我在上一部蝸牛的影片有跟大家講說，關於大型的十字花科要怎麼去防治蝸牛。我現在要在它的附近種上比較小型的葉菜類，所以這一集我要跟大家來分享我們是怎麼來做。大家好，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那我現在要在它的附近種上比較小型的葉菜類。那如果你用這種大型的網子去套的話，会很不切實際，因為像這個5米的長度的溪來說，它如果要一個一個套，至少它可以種20個到30個，你要再套20到30個網子，其實是不切實際的。那我第一步先要來去營造一個蝸牛它不太適合的環境。現在就是要把這些草先清出來。那為什麼要這樣做？是因為你現在草覆蓋的，因為這些草呢有保濕的功能，所以蝸牛一定會躲在裡面。所以你要去營造一個蝸牛不適合的環境，就是要把草清掉。那這個有一個要點，就是說你不能在你知道明天會下大雨或后天会下大雨的狀況下去做這個動作，不然那個雨水會把你的那個土壤的表層打印，甚至有些有機質都會流走。我們現在就來翻開來看看裡面到底有多少隻蝸牛。這種草生栽培最大的缺點就是蝸牛。其實我們最大的敌人就是蝸牛，因為我們这種營造這種環境就是很適合它們生存，那它就會跟我們去競爭。所以你如果不想用蝸牛藥的話，就只能去用這種物理性的方式去防治。等你爬開，你像现在草長起來了，你還是要稍微去割除一下，讓它變成一個乾燥的環境。那這些十字花科它已經長到一定大小，其實不太會受影響。那等到它們蝸牛離開這個環境的時候，你再把菜種下去，再把這些草剪得細碎一點放下去就可以。那這種方式比較適合家庭菜園式這種種植，因為你的溪大約就是5米以內，所以這樣種植比較適合小量的然後多樣性的生產。經過一個晚上之後，我們早上來看，基本上那些蝸牛都已經自己跑出去了，只剩一些零星的。你只要把它撿起來往外丟就可以了。那你在種植的過程中，你可能會發現一些可能只有1公分的小蝸牛，那個也要順便把它去除掉。那種上去之後，就快速的覆蓋圍網子。經過2、3年沒有翻耕的土，幾乎都是上面都是團粒。這個是用樹葉、樹枝跟木頭常年堆下來的那個土，它就像外面的栽培土一樣，它時間一久就會變這樣子。那我要種這些葉菜類之前會鋪一層在上面。它這個不是人做的肥料，這些都是枯枝樹葉化起來的東西，我認為這個東西比較安全。那你蔬菜種下去之後，它多少會把它帶在土壤裡面，我們就沒有在做混合的動作，只有再加一個覆草的动作。像經過一晚這些蝸牛它還會自己再刨一點土下去，把它自己覆蓋起來。那我早上光整理也是整理了10幾20隻出來，所以你如果沒有清乾淨你如果把葉菜類的東西種下去，絕對會被吃的，失敗率會很高啦。這是大型的十字花科，然後這個是山茼蒿菊科的，
然後我還會再搭配蔥，或者是福山萵苣或者是田螺蔓這一類的葉菜類，然後跟它搭配一起種。那這一個溪上就會有3種不同的收穫，而且不同科，而且能互相幫忙。然後我從今年開始會陸續去留種。那為什麼要留種？是我在想哦，這些蔬菜啊，它們都屬於 F1 的種子，因為它們習慣有肥料的栽培。那如果你有留種，這些種子會去記憶說你在這一塊土地上的一些記憶，它們比較容易跟地下的那些菌達到一個共生。做自然農法的這些前輩們說，你如果種子留到第8代，就是第8年，你的種子會相當的穩定。那我今年開始留種，那我之後啊，每一年也許我都會去公布一下我自己的心得，再拍影片告訴大家。當你把網子圍好之後啊，這2、3天的晚上，你還是要來巡你的菜園，因為這種大網子的圍的方式，它難免都會有破口。那有破口的話，因為蝸牛晚上都在這邊，那它就會從破口進去，哪怕是進去1、2隻，你的菜苗很快就不見了。所以你一定要來加強巡邏。還有，你可以在你的就是容易入侵的洞口上面啊，鋪上稻殼。然後盡量把環境整理得乾淨一點，讓那個蝸牛不適合生存在這邊。那這樣子就可以提高它的那個生存的幾率。